大家好，我是末端，欢迎来到科技慢星云。这期讲两个东西，都跟龙虾有关。一个是 Nano Cloud， 俗称小龙虾；另外一个依旧是 Open Cloud， 但是这期讲的是它的 API 的免费的部分，也就是不要 API 或者是免费的 API 的一些选项。当然了，之后会想办法部署到云端，再之后有可能会尝试使用一下本地的离线部署，也许就可以使用完全免费的方法了。当然，目前先看一下免费的 API 的选项。Nano Cloud 呢，也就是俗称的小龙虾，它就像《山海经》里的肥肥，轻量小巧，温顺无扰，隔离守护，随叫随到，灵性沟通。Open Cloud 就像《山海经》里的玄龟印，壳里装万物，千年记忆不掉线，生生办事不串台。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玄龟印不用交 API key 给 Anthropic。我们逐个看一下，先看这个小龙虾 Nano Cloud。那这个小龙虾是干什么的呢？它就是大龙虾的缩小版。简言之，它和 Open Cloud 功能类似，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个隔离啊，也就是它不是直接在你本地跑，如果你在本地安装的话，它会在一个容器里面跑。如果是 Mac 的话，很可能你会用的是 Apple Container。当然，如果在其他的系统上，你可以使用 Docker。反正扔到一个容器里面去跑，立马就变得更加安全了。翻译一下，这样就看得更清楚了。由于命令在容器内部运行，而不是在主机上运行，因此 Bash 访问是安全的，而且它也更加的小巧。讲白了就是它的代码很短了，它可以让 AI 自己帮你解决问题啊。但是要注意一下，它是基于 Cloud Agent SDK 运行着，也就是说 Cloud Code 是必须的。这里有快速入门的安装方法，这些基本上是安装命令，这个是设置。目前它可以通过 WhatsApp 这种软件给 Nano Cloud 发消息啊，也就是它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手机移动软件来控制它的，但还可以做定制啊。定制的命令就是这样。想要使用肥肥小龙虾 Nano Cloud， 它有一些前提的要求，这里可以看到 Cloud Code 是必要的，容器也是必要的。最后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啊，在这里可以看见常见问题的答案。License 是 MIT 啊，也就是免费可以随便用。星很多，在顶部这里就可以看到已经有1000多个星了，点个星。它是没有 release 版本的，也就是你要装就要用命令行装。好，那我们就按照它这里指示的步骤一步一步开始做。首先就用它官网提供的这2个命令，把 Nano Cloud 拉取下来，然后进入到它的文件夹里面，按回车。进到文件夹以后，用这个命令看一下是不是都拉取好了，然后用这个命令把 Cloud Code 给安装一下，因为根据刚才看的官网的讲法， Cloud Code 是必须的。安装好以后，检查一下它的版本，看一下是否已经正确安装，按回车，它就开始安装了。很快就安装好了，可以看到它的版本是 2.1.37。 然后根据它官网的讲法，下一个步骤就是输入这个命令。这个命令的作用就是会处理依赖项、身份验证、容器设置和服务配置。讲白了，这就是一个设置命令。在终端里面输入 setup 命令，好像找不到该命令，再看一下是怎么回事。需要先运行 Nano Cloud， 用这个命令来运行 Nano Cloud， 然后来启动设置。那我们用这个命令先启动一下 Nano Cloud， 好像是已经启动了。启动命令之后会先让你选择模式啊，自己选一个喜欢的就可以了。如果不想选就用默认，我就用默认。现在你需要有一种 login 的方式啊，讲白了，它一定要用 Anthropic 的账号。既然有 Anthropic 的账号，你最好就要有 Anthropic 的 API key 啊。API key 是可以付一点点钱买一个来先试验一下，不一定要一下子投太多钱，你先试试它的强度。当然，如果你已经是订阅用户，
有 Pro 的账号，自然是选第一个。如果你只是想买一个 API Key 来玩一玩，那就选第二个。如果你是想通过其他的账号，比如说 Amazon Bedrock， 或者是 Microsoft 的 Foundry， 或者是 Vertex AI， 也可以进行登录。但无论怎么样，它一定要有登录的账号。这个你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选一个。选好以后，它是通过网页的方式进行登录的。登录之后就能用。登录好以后再来看。登录之后按回车就可以继续了。接下来会看到一些安全的提醒，不用管它，直接按回车。接下来会问 Terminal 的设置，我们终端设置就使用它这个默认的这个推荐的，按回车，就直接选在当前目录下按回车。到了这一步才最终可以开始输命令，比如说我们应该输命令 setup， 给一个 setup 的命令，用箭头按钮来选一下，选到以后按回车，这样它就开始帮助我们 setup 了。是否要继续？点继续。在这里可以看到我本地的机子上 Apple Container 是已经安装的，所以我是不需要再安装 Container 的。但是你也可以用 Docker， 如果你想用 Docker， 你也是可以用 Docker 的。再开一个端口，我们怎么知道 Apple Container 已经安装了呢？如果你是 Mac， 你就用这个命令，看一下自己的产品的版本号，如果是高于13，就是已经装了；如果没有高于13，那就是没有装。你需要到 Apple Container 的官方 GitHub 上，这个就是它的网址，然后在 Release 这边点进去，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安装包了。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装一下。我是已经安装好了，我们就继续按回车。看来被直接打脸了， Apple Container 并没有被安装，那就是我更新 OS 的时候并没有安装了，直接被打脸。但是它也提供了选项，选这个选项应该就可以帮你直接安装 Apple Container。如果你是 Mac 的机子的话，按回车。这个是安装和启动的简要说明，我们就按这个来做一下。我们就下载一个 PKG 的，下载好以后应用它一下，双击一下。双击之后不要点 Move to Bin， 点 Down， 然后到 Privacy 里面把允许运行的那个打开，然后再次过来双击啊，这样就可以运行了。我把 Privacy 先设置好，再过来看。允许了 Open Anyway， 再次双击它就可以打开运行了。然后点 Continue， 然后点 Install， 点一下用户名和密码，点 Install Software 就可以安装 Container 了。这样就是安装好了，点关闭。安装好了以后，这个就可以 Move to Bin 了。接下来这一步是要 Container System Start to Start 的 Service。确实，根据它官网的讲法，也是用这个命令。我们再开一个终端，输入 Container System Start， 按回车。它还会需要安装一些命令层的东西，按 Yes， 确切的说是 Y， 同意。这个应该会需要跑一小会儿，因为还挺大的，有456兆呢。当然也不会需要等很久。那安装好了，我们再次使用这个命令，按这个反馈，看上去容器应该是已经在运行。回到 Nano Cloud， 输这么一行，试一试它能不能帮我们判定一下 Apple Container 是不是已经安装和运行了。这样它就弹出来说 Apple Container 是已经安装并且正在运行。接下来要输入 API Key， 你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行了。当然它推荐的是订阅，你选你喜欢的。输入 API Key 需要环境文件啊，你可以配置一个，或者让它选择直接输入。直接输入是再次让你开始输命令，那与其这样，我们不如说让它创建一个.env 的文件。是否继续选 Yes？ 现在就在这里输入这个 API Key， 我输我的，你输你的。输好以后按回车。现在问 API Key 已经输好，要不要继续？选 Yes。现在要验证 API Key， 选 Yes， 这样 API Key 就配置好了。现在需要配置一个 Nano Agent， 问要不要继续，选 Yes。稍等一下，它这个配置 Nano Agent 的时间是需要等一会儿的。
配置好 Nano Agent 以后，要测试一下 Container Runtime， 选 Yes。这一步又要等一会儿。现在要授权连接到 WhatsApp， 执行的命令就是 npm run auth， 选 Yes。可以看到有二维码，但是这个二维码似乎不完整，因为看不清楚啊，所以让它再生成一张。这里弹出了简单介绍如何把它和 WhatsApp 连在一起，似乎又可以再一次的连接和授权 WhatsApp 了。选 Yes， 图片依旧是非常的不清晰啊。再开一个终端，直接输入 npm run。这样就出了这样一个完整大图了，然后你再使用 WhatsApp 进行链接，也就是扫这个大的 QR code， 然后进行链接。这个时候出现了连接失败的提示啊。再次运行验证命令之后，它要求删除验证，然后再次重试啊。我们就给这个命令删除一下，然后再次使用这个命令，看一下是否能生成 QR code， 那这样就生成了 QR code。这依旧说链接失败啊。先不管，回到 Nano 里面，它让我们选一个辅助角色，选这 Customer Name 吧，这样可以自定义一个名字，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一个名字叫 Hello World， 然后他就说它叫 Hello World。然后这里就是你和 WhatsApp 的软件要如何进行沟通。它这里有一个选项叫 Recommended， 我们就选它推荐的。看来前面那个 WhatsApp 确实是没连上。那这里要输电话号码和区号，等我输好了再过来看。输完电话号码以后，会要求要 build 一下，然后会要求run dev， 也就是在本地跑起来，选 yes。现在又一次开始要验证，然后授权 WhatsApp， 点 yes。可能是因为之前已经授权过了，但之前那个授权是失败的，所以他要求删掉，然后应该是要重新授权，选 yes。又是用这个命令开始授权，选 yes， 又出现了这么一个残缺不全。开一个新的终端，然后我们自己跑 npm run auth 这个，这样就会出现大图。扫描以后依旧连不上，可能是因为我目前的网络连接状态不太稳定。但是不要气馁，再次用这个命令授权一下，就会看到成功的信息了。那这样就应该是成功授权了 WhatsApp。回到 Nano 这里，好像又说这个东西要验证，让它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授权好了。哦，很不错，它能够读到授权的信息，并且说是已经授权好了。现在要 build 一下，选 yes。现在要测试 WhatsApp 的 connection， 选 yes。接下来是要建一下对话的文档，选 yes。现在说要不要创建小组的文件，选 yes。接下来就是要把对话保存到 CloudMe。接下来这个大概就是为了长时记忆而设定的吧，选 yes。能不能编辑，也选 yes。能不能从外部访问，按他推荐的，选不可以。是否要创建 allow list， 选 yes。需要继续吗？选 yes。现在要求的是配 launchd service， 这个有可能是自动运行，或者是在后台运行 Nano Cloud， 选 yes。Node 可能会要接触到文档系统，选同意。验证一下 Nano Cloud 已经在运行，选同意，也就是运行这个命令了。看一下是不是已经在运行。现在是看一下能不能停止服务，然后重试啊，选 yes。这个是再次授权 WhatsApp， 点 yes， 又出现这样的一个残缺图标。我们依旧是新开一个对话框，然后自己跑一下这个授权命令，又一次出现这个连接失败。
再一次用授权命令跑一下，这样又说是授权成功了，说是扫描必须在20秒内完成，我让它再允许我授权一遍，这就是重新授权的命令，选 yes， 是否要继续授权选 yes， 依旧是无法链接，直接再跑一遍，看一下是否授权已成功，然后又告诉我授权成功。这有可能因为是在不同的终端窗口里，所以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这个确实是没有授权成功，但是这个授权成功了，我让它确认一下，也许授权已经成功了，这里又弹出授权已经成功，现在是要开始 Nano Cloud 的服务，选 yes， 点同意。 Trigger 是这个Hello World， 这就是前面输的那个机器人的名字，看上去已经开始工作了，可能可以开始对话了。我就跟 Hello World 说一下 Hello， 看一下会有什么反应。他说机器人已经 response 到 WhatsApp 里面去了，在你的 WhatsApp 里面找到 Message Yourself， 因为我们前面设的就是 Message Yourself，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试着问一点问题，或者让他做点什么。看一下它能不能打开 Chrome， 然后打开 Google 的页面，点发送。他说是已经打开了，但我是没看见了。我们让他 take 一个 screenshot， 试试看他会不会 take screenshot， 主要是看看他能不能截屏，就是有没有自动操作的功能，还是说他更多倾向于搜索信息。目前看上去这一个 take screenshot 是一个半成品的功能，可能还需要进去配置 skills 才能够最终实现。不过我们可以先试试它的在线搜索的能力，看一下为什么今天多次授权 WhatsApp 失败，同时看一下它是否支持中文，点发送。它是支持中文的，看一下更多的信息。不错，它总结了一下，授权 WhatsApp 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一定要在20到60秒之内就会过期，也就是说在20到60秒之内就一定要授权完了。换言之，它支持中文，而且它可以查看它自己呀。再来让它看一下今天这两个东西的走势，发送，很快就总结出来了。不错，下面有消息源了，应该是可靠可信的。那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自己发掘更多有趣的玩法。这个小龙虾 Nano Cloud 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是有隔离安全的，也就是它实际上是在一个容器里面运行的，不会影响你本地的主机啊。刚才玩了小的，现在玩个大的，大的就是这个 Open Cloud。上一期已经完整演示过如何在本地安装部署，也运行起来了。只不过是因为 Open API 的 key 它的额度已经超了，所以在电报里没有反应。那这一期前面大家也看了，使用有额度的 API key 在 Nano Cloud 里是完全可以运行的。换言之，把同一个 API key 放到 Open Cloud 里也一定是可以运行。当然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 Open Cloud 有几个免费的或者是不需要 API key 的选项，我想试一试这些尽量免费的选项。现在已经快18万颗星了，钱是很容易花出去啊，充值一个 API key 就可以了。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就是不花钱。话不多说，就跟着官网的教程开始安装。我们主要是试一下是否可以有免费的 API key。复制粘贴这个命令啊，安装一下 Open Cloud。详细的步骤上一个视频已经有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再去看一下。基本上我们就是为了测试 API key 那个部分，所以基本上设置的选项大部分都是直接使用默认，然后再复制粘贴这个命令，按回车，接受分显，快速启动，这里就有很多的 API key 了。这里是有几个选项是免费的，这一个 Synthetic 它是模拟信号的，它不是真的 AI， 它不需要 API key， 但是它只是模拟信号，所以结果可能是差强人意。这个 Open Code Jam 它需要 API key， 但是它有一小段免费的试用期啊，当然了，这个不太稳定。另外免费的就是 Open Router 和 Google， 也就是说 Open Router 和 Google 都有免费的 API key。 那么在 Open Router 和 Google 之间肯定是要用 Google Gemini， 但 Open Router 的模型很多啊，
所以快速讲一下怎么拿它的 API key 和它的模型。比如说你想用的是千问的，那你就搜千问，就会有这种免费的模型出来了。它的 API key 是你注册一个账号，然后点账号按钮，在下拉的选项中选 keys， 在那里面就可以创建 API key 了。那我们这一次示范的主要就是这个 Synthetic 和 Google。先试一下这个不需要 API key 的这个合成 AI， 按回车，再次打脸了。Synthetic 是需要 API key 的，选 Back。那现在就寄希望于 Google Gemini 的 API key 了，选 Google， 选 Gemini API key。如果需要 Google 的 API key， 就到 Google AI Studio 底下，在 Dashboard 底下选 API keys， 然后点这个创建一个 API key 就好了。记得复制保存到你本地一个你方便复制粘贴的地方，点这个选 Gemini API key， 复制粘贴 API key， 然后按回车。这里有很多模型可选啊，我们就选它默认的第一个，按回车。如何跟移动设备通信呢？依旧是选 Telegram， 因为刚才做 Nano Cloud 的时候已经用了 WhatsApp 了，在这里继续用 Telegram。这里是简要介绍，这个是上一次的，不要了。点删除，找到 bot 发的斜杠，选这个 new bot， 就跟这里介绍的一样，给一个名字，再给一下，这样就会有它的 token 了。复制好这个 token， 粘贴到这里，按回车。目前不需要 skills， 已经在安装 gateway 了。如何孵化你的机器人？选它推荐的这个就可以了。这看上去就是已经跑起来了，还是要到它的官网的说明文档这边。选 Getting Started， 既然 Gateway 已经好了，我们用这个命令查看一下 Gateway 的状态，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应该就可以直接打开 Dashboard 了。复制一下这个命令，粘贴，查看不了，也打开不了，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这个命令好像没什么用，在这里发消息好像也没什么回应，这可能是在 TUI 的界面里。退出去一下，按 Ctrl+C 退出去一下，清理一下页面，复制这个命令，粘贴到这里。这个看上去 Gateway 是连上了，我们用这个命令打开一下它的界面，回车，这样看上去是连上了的，状态是连接的，健康是 OK， 点 Chat。刚才是这些已经直接发过来了，怪不得没有用，估计在这里发一下可能也没什么用，点 Send， 依旧没有回应，我已经给了 API key 了呀，为什么还是没回应？用这个命令把 OpenCloud 和 Telegram 配对一下，这样应该就是配对成功了。这样就是说 Gemini 的免费 API key 也不行。删掉这个机器人，删掉，因为没有用了。话不多说，上一个失败了，删掉上一个 OpenCloud， 这次用 Anthropic 的 API key 来试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用这个命令直接开始安装，复制一下这个命令，粘贴到这里，按回车。开始配置，确认风险，快速启动，选 Anthropic， 选 API key， 目前没有 API key， 所以复制粘贴 API key 到这里，粘贴好了以后按回车，选模型，这里有很多的模型，你自己选一个自己想用的就好了。和 Telegram 对话，选播发的，给个新的，给个名字，再给个名字，其实给了同样的名字，第二个好像是 username， 复制这个 token， 粘贴进去。按回车，现在不需要任何 skill， 开始安装 Gateway， 应该是装好了。如何孵化你的机器人？选他推荐的这一个，稍等一下，应该就快好了。这个看上去就是好了，看看给他个角色命名一下，看一下行不行？哇，真的可以有反应，换言之花钱就是好使啊。那现在按 Ctrl+C 退出去，我们最终还是要让它和 Telegram 连在一起，才能体现出它在移动端随时随地都能帮助工作。点这里打开新的机器人，点 Start， 这是它的配对码，用这个命令加配对码就可以配对你的电报了。这个看上去电报就已经配对成功了。发个消息问一下他是谁，看一下会不会有回应。有看到这个应该是会有回应的，你看这点点一直在闪呢。对，他真的回应了，这样很好，这说明花钱真好使啊。看看能不能让他打开一个空的网页，他还需要一点别的操作才能够执行。
问个问题，看一下它收集实时信息的能力以及是否支持中文。这样就明白了。它需要不停配置 skills 也就是不停配置相应的服务，才能够进行对应的工作。当然，这也就是它本身的意义之所在。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自动化管家，但是功能你得自己配啊。当然，使用了 Anthropic 的 API Key， 它最终是完整的运行起来，并且能够产生回复了。这说明免费的那些可能根本就不能用，因为它官网也是这么说的。这期讲了2个，一个是肥肥 Nano Cloud， 一个是 Open Cloud。虽然 Open Cloud 最终还是用了付费的 API Key，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谢谢。